Hello，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 Sophie 又回来了。我是一名灵媒，一名灵性疗愈师。希望在我的频道里呢，大家能够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帮助自己打开灵性的大门。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怎样用10种方法呢，快速升维。我知道啊，大家都提到这个升维的话题呢，感觉很兴奋，然后觉得自己呢都是升维中的一员。那我们也很有幸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我们呢应该都是上天派来的天使们，才能够在这个地球上一起参与这个从第3维度到第4维度以及第5维度的一个大跨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看一看怎样去升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快速的升维。只要你做到下面的10点呢，或者是做到其中一部分，也可以帮助我们整个人类能在这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下找到一种平衡。那第一点呢，就是老话常谈了啊，我们一定要多的去冥想。在冥想的过程中呢，你可以去平衡自己的脉轮，打开自己的这种对灵性的知识，也会去多的去了解我们这个高维度的一些信息。当你的顶轮、第3眼和你的灵魂之心打开之后，你不知不觉的就会收到其他部分的一些信息。当你真正的扎根于这个星球，你就会知道这个星球的历史，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从大局上去考虑问题。所以在冥想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很容易去平衡我们所有的脉轮，以及打开我们对灵性的了解和对自己的感知的。当你去了解了这些之后呢，你很容易的就可以帮助你周围的人，去让他们也去提高自己的灵性和了解不同的世界观。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同一时间达到一种更高的维度。所以第2点呢，就是去帮助别人，做一份事业呢，这份事业是能够真正帮助到你周围的人的。我们修行最终的目的是让自己和你周围的人、最亲近的人，以及你能接触到的人都能够得到益处。我认为这才是修行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当然，修行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目的，帮助更多的人一起去升维，才是最开心、让自己最快乐的。我们的第3点呢，是我想问一问你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或者是你相信哪一个神，或者是你相信哪一个天使吗？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保护神，请你召唤他，请你召唤你的高我，请你召唤你的保护神，或者是你的保护天使，跟你宗教信仰相符合的一个神灵过来帮助你与他产生链接。其实在我们冥想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你会不知不觉的收到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来帮助你去分辨你该往哪条路上去走。所以当你与你的保护神或者是一个天使产生链接的时候，你就非常容易的去达到一个升维的这种频率。第4点呢，我们要学会怎样去分析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正面信息与负面信息，要适当的解除我们脑子中吸收的这些负面信息，以及杜绝它的来源和源头，把你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正面信息能够提供你高频的这样的资源和知识里，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说，在升维的过程中，只有正面的能量，有光的能量，有爱的能量，才能帮助我们得到更快更高的提升。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看到我们被操控的一些新闻和知识的这种情况下，或者是不断刺激大脑，让大脑时常保持非常兴奋状态的这样的信息，对我们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要学会分辨和学会筛选自己信息的来源，以确保我们在升维的过程中不会受到任何负面信息的干扰。那我们的第5点呢，就是要融入大自然。走入大自然中，你会感觉到很多正面的能量，甚至如果是有些第3眼已经打开的、有感知的同学，甚至是能够接收到一些小精灵的信息。
其实，在大自然里面，我们已经重复过很多次了，有非常非常多神奇的能量，不光是能够帮助你平衡你的脉轮，也能帮助你消磁，可以帮助你减少很多负面的能量。所以，走向大自然，无论你是上山，无论你是走到一个大森林里，还是要去一个水里面游泳，其实你都是可以全身心的去体会不同的感受，呼吸到那里的气息，闻到草地的味道、土地的味道，闻到花香的味道，或者是仅仅是看那些掉在地上的叶子，会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用心去体会，我相信你用心去体会的东西，一定会让你感到很震撼。第6点呢，应该是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们有情绪。当你去降服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当你去能够平衡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用降服这个词，我觉得有点夸张了，有点夸大了，因为降服也是要有控制力的。我觉得还是平衡这个字比较好，或者是让你自己和谐起来。当你和自己的情绪达成共识的时候，让你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正常，你一定就是升维的。因为在更高的维度里面，我们本来对情绪的控制和我们对情绪平常的这种能量的流动的把控就要好很多。所以说，怎么去调控自己的情绪呢？那我在很多的视频里头也有讲过，大家去翻翻找找看。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你的情绪，你可以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去考虑说，哎，如果我现在站在我的身体之外，我应该怎样去劝说我身体里面这个赌气的情绪或者是负面的情绪，让它转变成一个正面的情绪呢？你完全可以用这种第三人称的状态去分析自己，然后帮助自己从这个负面的情绪里走出来。所以第6点呢，就是让你去多多少少要去理解情绪的能量的问题，然后尽量的去把负能量转变成正能量。那我们的第7条呢，就是要培养感恩之心。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闭上眼睛，感谢你这个身体为你付出这么多，感谢你现在的呼吸，感谢空气，感谢你现在的床，感谢你身体周围的每一样事物，给你带来了平稳和安定的感觉。感谢你周围存在的每一个人，让你学会了很多不同的知识。感谢你自己的情绪，拥抱你自己的情绪。情绪其实不是一个错误的东西，而是让你体会到生下来生命这种活力的一种工具。所以感谢你周围能够感谢的所有的事物和能量。当你怀抱着这样的心情的时候，你自然的这种丰盛的感觉就会降临到你的头上，你会觉得很多好事会一件件的发生。越感恩就越幸运，这句话说的真没错。我们的第8点呢，就是马上行动起来，传播爱。其实呢，在升维的过程中，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爱。我们在传播爱的方式中呢，是要拒绝拖延症的，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大家马上从小事做起，可以赞美别人，可以做一件善事，可以每天积累，增加你对身边的爱，分享你对身边的爱。在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就帮助别人一把。在能够自己实现自己新的目标的时候，千万不能浪费自己的时间。生命何尝的宝贵，我们要珍惜在这个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第9点呢，就是要对我们身体做一个大的排毒。那苏菲也在利用这些半断食的方法，在对身体做一个重启。那我觉得呢，这个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太一样，但是呢，如果你有服药的这些问题，或者是你经常吸烟，或者是喝酒，或者是生活不太规律的话呢，你可能要做一个整体上的调整了。首先呢，这个酒精的东西啊，在很多的视频里面我们可能没有具体的谈，但是我认为它应该不是帮助我们升维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如果你能慢慢的喝少一些的酒，或者是甚至是戒酒，或者是戒烟，增强自己的这种运动的习惯，早睡早起，放下不该看的这些电子仪器。那第10点呢，就是
保持这种积极和开放的心态。因为我认识很多的这种保护灵，他们的这个帮助我修行的方法其实是非常非常迅速和快速的，以及他们的方法也都是很棒的。我没有办法说，哪种方法是最好的。可以说我现在了解的密宗里面大白伞的这个咒是对于我来讲修行方面提高最快的一个，但是我并不能说道家以前我学的一些咒语它就不管用，它也非常非常管用。所以你要说让我把这个菩萨和耶稣都揪出来让他们俩打架的话，我很难说我站在哪一方。所以我相信，如果你要是一个想要升维的一个人，当你自己的灵性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灵他们都是存在的，这些神他们都是存在的，这些维度都是他们生活的空间，只不过他们有时候维度有一些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存在的。而且你只要跟他们连接上的这个频率，他们都是可以帮助你的，他们是没有分好坏之分，或者是谁更强之分的。那有的人可能说，我认为佛祖比耶稣的维度要高，这个也有待考察。虽然在一些文本里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记载，但是如果我这么说的话，可能信耶稣的也会站出来抱不平了。所以每一个人应该都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因为你自己要去观察。就包括说，在我的频道里面，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不要就相信我说的，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观点，所以我自己愿意在我的频道里面说什么也是一种权利吧，而且最主要的是，就是大家听到了以后，一定要自己去做一个总结，自己去做一个分析，看看我说的话是不是适用自己的哈。如果不是适用于你的，你千万不要去听，或者是一味的就去相信。所以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力，保持你这种开放的心态，你才能够升维。因为当你升维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之前的一些认知可能是有些错误或者偏差的。我也相信说，在我不断的成长中，我可能现在说的话和我之前几年了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再过20年再做视频的时候，可能跟我现在的了解又是不一样的一种观念了。因为我们会进步，我们会抱着开放的心态去发现不同的东西，了解不同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到上面的10点的话呢，我真的相信你一定是能够带着很多人一起去升维的，你一定是一个 leader， 是一个领袖，灵修方面的领袖。所以呢非常非常感恩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点赞分享，而且呢打开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吧。然后我们下次再聊啦，就这样，拜拜。